Hello， 大家好，欢迎你们来到本期的西星月塔罗占卜。那今天呢，我为大家带来的这一期占卜主题是来看一下如何可以帮助你在2025年发挥你自己的特长和光芒。今天这一期占卜呢，其实主要是来连接关于你在2025年如何去让自己的一个特长，让自己的一个强项，让自己的闪亮闪光点，也就是你的光芒真正的被表达出来，被发挥出来。无论是在你的潜能上面被别人看到，或者是找到适合自己的位置，还是说在你本身原来的生活里面能够让自己过得更加的有意义，能够找到自己的意义。所以呢，今天我们是一期来连接宇宙的一个具体指引和建议的能量，去帮大家去打开在2025年你的最强运势，去打开你在2025年的一个好运之门，能够让你在2025年通过一个正确的方法，通过一个对你最有利的一个道路，让自己发挥出自己最强的一个特长。好，那今天这一期占卜呢，会有很多的建议，会有很多的指引，会有很多具体的操作方法。所以呢，如果你对2025年在这个全年想要去把自己的特长，把自己的光芒真正的绽放出来的朋友呢，那么这一期占卜呢不容错过。所以呢，我们现在就来进入到今天的选牌环节。今天的选牌呢，还是和往期一样，那么我呢提前的收集了一下你们的能量还有信息，然后呢把它们分别放在了你面前的这3个不同的牌卡里面。我们呢从左往右分别是第一组、第2组、第3组，从左往右分别是第1组、第2组，然后呢是第3组。第一组牌的朋友，今天为你们选的能量宝石是你面前的这一个粉水晶石柱，粉水晶。第2组牌的朋友，今天为你们选的能量宝石是你面前的这一个青金石，来自于加拿大青金石。第3组牌的朋友呢，今天为你们选的能量宝石是你面前的青蛋白石。好，那为了方便你呢跟每一副牌的能量进行一个好的能量上的连接，接下来呢我会建议你跟我一起做一个简单的冥想。好的，让我们一起闭上眼睛，深呼吸，我们来连接一下宇宙的能量，然后呢让我们一起来问宇宙，宇宙请你告诉我如何在2025去发挥自己的特长，去展现自己真正的光芒呢？请宇宙给我们具体的指引、建议。感恩宇宙。好，深呼吸，睁开你的眼睛，看向你面前的这3副不同的牌组，用你的第一直觉去感应一下，究竟哪一副组牌，或者是哪一颗能量宝石在当下呢和自己是最有连结、最有对应的。那因为我们这边呢是一个大众占卜所以有些朋友如果说你在选牌的时候呢，觉得其中一副牌，然后呢另外一颗宝石同时的吸引到了自己，那么我会建议你2组牌都听听看，因为呢你的能量你的信息确实是有可能被分到了2副不同的牌组里面。那也就是说，你点开2副牌的内容来听呢，你都可以找到和自己有对应有关联的讯息。好，那如果呢你已经选择好了属于你的牌组的话，我们就一起来看如何在2025发挥出你的特长和光芒。我们待会儿见。
Hello， 大家好啊！欢迎选得到第一副牌组的朋友。那你们呢选的是粉水晶，好，放一边。今天呢，我们来看的是如何在2025发挥出你自己的特长或者是光芒。那我们首先来看一下今天的主牌。第一组牌的朋友，今天呢，我为你们抽到的主牌是22号牌，打开你的心。打开你的心，没有一个人呢是真正的完美的存在啊。那么，请你去停止审判自己，也请你去停止对别人的评论，请你让爱疗愈当前的这一个状况。好，第一组牌的朋友啊，如果你想在2025年发挥自己的特长，真正的绽放出自己的光芒的话，那么2025年呢，我感觉到你需要去让自己化身为一个小天使。这个天使的能量呢，是对自己去更多的接受，不要去找自己的问题，找自己的毛病，而是接受当下的自己。如果有什么地方你觉得不满意，想去改变的话，那么也不要太多的去评论它，或者是否定它，而是仅仅的去调整而已。承认当下的自己的一些好的，或者是你觉得OK， 这个东西虽然你觉得不是很好，但是你想一想，你是否在把自己拿来跟别人做比较？那么当你停止和别人做比较的时候，去完整的接受这个自己的话，也许你会发现当前的这个状态已经不错了。那么你要做的只是去进一步的让它变得更好。所以呢，否定和进一步的去改进，它的能量不一样。我们有的时候看起来好像是一样的，对啊，这个不好，所以我就要把它否定掉，我把它改掉，和我接受它然后再改变又有什么区别呢？区别就在于你的心态，区别就在于你怎么样去使用你的能量。OK， 第一组牌的朋友，我相信很多来听这个占卜的朋友的话，你们一定会在灵性的道路当中有自己的一个速度，有自己的节奏。那么你们应该是了解到这个能量对于我们来讲是很重要的。同样的一件事情，不同的能量，不同的一个角度，其实它显化出来的东西是不同的，因为它的频率不一样。如果说这个东西你否定它，你认为它不好，然后你把它改变掉，你其实就是当下在否定这个自己已经显化出来的东西。而你如果接受它，你肯定它，然后进一步的提升，那么这个整个能量的频率就变了。大家感觉到没有？这两件事情其实是不太一样的。所以呢，如果你能够在真正的静下心来，第一组牌的朋友去，把自己的这个能量进行一个梳理，尤其是对自己的一些想法，对自己的一些评判，对自己的一些说辞，那么你进行一个整理，你进行一个梳理之后，去做一些微调，你会发现那么你再去做改变，你再去增加，或者是变得更好的话，能够让你的运气更好，也能够让这个效果更好。这是第一点。那么第二点呢，我觉得2025年第一组牌的朋友，其实你们要去有点像是，我觉得这个能量它来的其实还挺强烈的，就是尽量的去禁止自己去评判别人。有一个能量是这样讲的我们每一个人都是灵魂的一个显现，在我们的过去式，在我们之前所经历的东西就算我们不讲那么远，就讲当下好了。我们去看到这个人，其实我们只是知道当下的这个人是怎么回事，我们看到是他现在的显化，而这个灵魂他之前经历过什么，不被你看到的，不被别人看到的东西，没有人真正的清楚。所以我们不要去评判别人。比方说你早上看到了一个人，这个人平常对你和颜悦色，这个人对你总是态度很好，但是呢，有一天早上你感觉到这个人不耐烦，你感觉到这个人没有好脸色给你，也许你会不开心，也许你会找自己的毛病，也许你会怪他，但是呢，也许这件事情根本就跟你没有关系，因为这个人早上也许经历了非常难的一个 morning 他可能这个孩子特别的不听话，他迟到了，早上他打翻了一个瓶子，或者是他早上那个水出问题头发没有洗成 OK， 他可能经历了很不好的事情，而这些事情跟你一点关系都没有。
但是作为我们一个外界的能量，我们只能看到今天它跟平常不一样，并且没有那么好的脸色给到我们自己。那么这样子的事情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时有发生，有的时候我们是那个看到他没有好脸色的人，有的时候我们就是那个不给好脸色的人。所以呢我看到今天这张主牌就是第一副牌的朋友，其实我觉得很多能量在你的当下里面应该是已经很好了的。你们需要在2025年调整一个就是这个审判或者是评判的这个心态，对别人对自己，你将看到不一样的全新世界，去把自己的运，去把你跟别人之间的这个运全部都调整到最佳状态。这个就是我看到第一组牌第一组牌的朋友，我们今天的主牌带来的一个信息。然后呢，我们现在来结合一下塔罗牌，具体帮大家寻找这个在2025年发挥自己特长，闪耀出自己光芒的一个法门我们来看一下。我们来具体看一下这个信息。好，我们的第一张牌呢是世界牌，如何在2025年发挥自己的特长，展现出自己的光芒呢？第二张牌是圣杯6，我们这样放好了。最后一个呢是金币侍者的逆位。好，我们来看一下第一副牌的朋友如何在2025年发挥出自己的特长还有光芒。首先呢，我们看到的是这个世界牌的一个逆位世界牌的逆位，这张牌给我的感觉是有这样子的一个 situation， 就是有这样子的一个状况，是大家当前身处其中的。也许在这个状况当中，有些朋友很想抽离，很想离开，很想把它结束掉，甚至有些朋友很想把这个东西给灭掉 OK， 但是呢，我听到来自宇宙的信息就是善始善终，善始善终。这个世界牌的逆位让我看到是有一部分的朋友，当前你有一个状况，其实你可以把它解决得好，其实你可以把它做得更好，或者是让自己在里面，我觉得是来到一个更好的一个状态，去帮自己善始善终，有一个更好的结局，或者是有一个更好的结果。但是呢，这需要你的智慧，它需要你用正确的方法，正确的打开方式去迎接整个这个状况里面你过去付出的，你过去努力的，你过去投入的东西，最后你值得拥有那个最好的结果，最好的果子。我听到这个信息，所以呢，我们结合今天的神谕卡，我觉得可能当前第一副牌的朋友如果你想在2025年发挥出自己的特长的话，你需要把一件事情给做完。这件事情也许你当前做到现在的这个阶段，你有一点想放弃，你有一点忍不下去了，或者是你有一点坚持不下去了。但是呢，我看到来自宇宙的提点就是说，你可以把它做完的，你可以在里面去斡旋的，你可以在里面去改变这个状况的呈现方式，也许是你自己的呈现方式，也许是你跟别人之间一起的呈现方式。OK， 这个是世界牌我觉得大家的这个生活圈子里有一些事情，就是你真的是可以把它变得更好用你的神奇魔法把它变得更好。你需要去用放下你的这个审判，放下你的评论，放下你的或者是说增加你的原谅，用爱去打开这件事情。所以我觉得从这个能量来看的话，有些事情可能没有你想象的那么糟糕。就好比讲你跟其他人之间的误会矛盾你当前看起来的状况是冲突，是对抗，但事实上也许换一个角度你跟对方的这个结很容易就能够解开。 OK， 这个是我看到世界牌的逆位第二张牌呢是圣杯6，这张牌呢讲的是，如果你想在2025年发挥出自己的特长，展现出自己真正的光芒的话，你需要让自己重新回到那个原本的自己，那个像孩子一样童真的自己，
所以这张圣杯六，我觉得有蛮大的一种能量在激发你的内心小孩的能量。如果我们想去激发我们的内心小孩的能量，我们就要锻炼自己的这种不去评判，不去随便评判，并且呢，我觉得是要有很多的原谅。大家想一想，在我们还很小的时候，也许是读小学之前，我们有很多的小朋友和我们一起玩。有的时候呢，对方可能不小心让我们受伤；有的时候呢，对方可能不小心比方说，或者是他因为一个状况抢走了我们的玩具，我们可能会大哭。但是呢，当这个小朋友他还给我们的时候，并且说对不起的时候，也许我们就立刻马上原谅，并且手牵手又一起开始玩。就是小孩子总是很天真，总是很无邪，并且总是我觉得能够放下很多事情，而不是纠结，更不是记仇。大家要的就是和谐共处，大家要的就是开心和快乐。所以说第一副牌的朋友，我看到圣杯六，就是说你把周围的你的人周围的朋友，周围跟你相处的这些人，把他们怎么讲呢，就是视作你的小伙伴陪你走这一段人生的旅程。也许你就不会再那么的怪了，也不会再那么的恨了，可能也不会再那么的较劲了。那么这样子的办法呢，我觉得是最重要的，就是还给自己了自由。这个自由是能够让自己更加轻松的生活，这个自由是能让自己更加轻松的去爱，或者是接受别人的好意。圣杯六。那么最后一张牌呢，是金币侍者的一个逆位。这张牌呢，给我的感觉是，如果你想在2025发挥自己的特长的话，有一些朋友我觉得就是说，如果你想去向别人学习，或者是想要别人带你的话，这张金币侍者给我的感觉是你需要去自己独立的去走一条路出来。什么意思呢？就好比讲，你很想在2025年遇到一个好师傅，或者是有人能够主动的来教你这个问题怎么解决，这样子的一个想法呢，需要去改变。因为从金币侍者能量来看的话，我觉得有些朋友你们比较像是一个有开拓者的能量，就是你们要去把那个没有路的地方踩出一条路来，你们是第一个踩路的那个人，你们是第一个走这条路的人。那么如果你们有这个心态，不再去倚仗别人，不再去过度的依赖别人的话，有一种自发性的自己就开始的，自己拿起来就做的这种能量的话，也许你会发现你会做得更好你会做得更好。因为没有任何人，就是说所有的路都是别人踩出来的，总得有一个人先踩出来，总得有一个人先走出来。所以第一组牌的朋友，为什么这个人不能是你呢？金币侍者的能量让我看到是你先去走一走，你先去踩一踩那个没有被别人发现的，没有被别人走过的路，然后呢再一边走一边去探寻，一边走一边去调整，也许你会发现你走出了自己的一番天地你可以走出自己的一番天地。所以在这条路里面，金币侍者的道路当中，逆位的需要你们去真正的放下对自己的审判，相信自己而且不对所谓的完美做过分的要求，既不要求自己完美，也不要求他人完美。你会发现你的心变得更大了，你会发现你的平台变得更宽了，你会发现你的视野变得更广了。这是2025年去打开自己的特长和光芒的一个好办法。好，我们现在呢来看今天的第二张主牌。今天我们的第二张主牌就是给第一副牌的朋友抽到的呢，它的能量是 retreat， 这张牌是休息，是休息。这张牌讲的是请大家离开分心的能量。有分心的能量可能会在你的2025年出现，你需要去把分心的能量找出来，或者是把分心的人、分心的事，让你搅乱你心神的这些东西，把它们给分离出来。你需要去给自己一个安静的时光，独处的时间，来让自己去集中精力，把你最重要的事情做好做完。那么这张牌retreat 这张牌呢，它不仅讲的是休息，它其实能量的重点是让你去排序。第一组牌的朋友，我觉得你们可能走在了人生的比较繁忙的这样子的一个阶段。2025年在你的生活当中，它不是简单单一的能量。2025年在你的运势当中，可能会有诸多的事情
会跟你产生连结，有诸多的人会跟你产生连结。这些人里面，这些事里面，有些人有些事对你来讲，对你的运来讲很关键。2025年你有一个主线，但你也会有很多小线条，就是在交织在你的这个主的生活轴线之上。你需要去分清楚哪些东西是主线，哪些东西是小线条。只有你分清楚了先后，你分清楚了事情的缓急，你制定好了自己真正的一个目标，你才能够把2025年，我觉得是这个效率就是整个2025年你过完，你回过头来看，你才能看到这个效果在哪里。如果2025年你是被别人牵引，或者是随着这个能量，就是谁叫你你就去，谁需要你你就做，或者是什么能量来了你就干什么，那么你就会失去自己的主轴和重心。给大家举一个很简单的例子就好比2025年第一组牌的朋友，你要去一个岛，这个岛呢可能是我们就叫它桃花岛好了你的2025年你的生活主线去往桃花岛，但是呢在去往桃花岛的这个路径当中，你会遇到很多的人，你会途经很多其他的地点，你会经历不同的天气，你在驾着你的小船，你在往前开。那么只要你去到了桃花岛，你的2025年就算成功。可是整个2025年这一年365天，你会遇到可能商人向你买东西，可能别人找你帮忙，你还有可能会遇到其他的岛绿岛、红岛、蓝岛。那么你需要在这个地方你可能会在这些地方经过，你有可能会在这些地方停下来，但是呢，你不能忘记你要去桃花岛的目标。桃花岛的事情跟桃花岛相关的事情，永远是提前做、先做放在最开始，你就能够在2025年成功。那反过来，如果说你忘记了去桃花岛这件事情，你看到红岛你就去红岛玩，你看到蓝岛你就在蓝岛里面去看一看、走一走，你看到别人在叫你，你就去跟他们去说话了，你看到别人在那里看戏，你也去看戏了。那么有可能2025年你未必能够准时的到达你心中的桃花岛。OK， 这个就是我觉得2025年对于第一组牌的朋友一个很重要的信息。我们可以从这个能量里抽取到2025年你有一件很重要的事情，第一组牌的朋友，只要是跟这个很重要的事情相关的，你先做，你先想，把其他的东西放下来，你就能成。可是如果我们刚才讲的，你忘记了这个最重要的事情，那么2025年你可能会被耽误，你有可能会没有效果，你有可能会没有效率，你也有可能不满意这个2025年的最后的结果。我们现在来抽牌，我们来看一下如何在2025年发挥自己的特长，实现自己的光芒。对呀，好，我们这里有3张牌第一张牌圣杯国王，第2张牌恶魔，第3张牌权杖骑士的逆位。首先我看到是这样2025年我觉得第一组牌的朋友，你的正确打开方式绝对不是急于求成。就像我刚才讲，桃花岛是你的目标，你如果是一口气直奔桃花岛，不管任何的事情的话也不行。因为在去往桃花岛的过程当中，也许你要领技能，也许你要补充你的资源，也许你要去跟别人交朋友，和别人一起走，也许你没有真正的好的地图，需要别人去告诉你。所以在这个去往桃花岛实现你人生目标的过程当中，会经历很多的事情，会遇到这个贵人，会来到我觉得是真正能帮助你的地点或者是人物的面前。因为人生不是一个简单的从 A 点到 B 点，在整个人生的这个运转的过程当中，一切都是未知，一切都是惊喜。那我们看到在2025年，如果你想真正的发挥出自己的特长，实现你的光芒的话，你要慢慢的走，去享受这个过程，时而快，时而慢，时而停，去真正的掌握生活的一个节奏和频率，对吧？我们生活有的时候不是一直都是一个速度，那该多么的单调和乏味第一副牌的朋友，我想你可能也喜欢变化以及改变吧。所以呢，我们看到权杖骑士的能量，就是说有的时候你可能会很快的冲，
很快的冲。有的时候你可能会觉得自己的这个事情做得很顺，你的特长、你的天赋被发挥出来了，但有的时候你也有可能觉得很卡，你有的时候可能也会觉得有一点迷茫，所以你就要去寻找怎么样去改变呢？我们看到这张牌啊，圣杯国王。圣杯国王的能量呢，其实是我觉得是一个很好的能量的一个根基，是在告诉你2025年，如果你想真正的发挥你的光芒的话，你需要有一颗仁慈的心、悲悯的心。这个仁慈的心、悲悯的心不仅仅是对别人，第一个就是对自己。也许第一组牌的朋友，当你做事情卡住了，当你去比方说走这个桃花岛，去桃花岛这个旅程当中，你遇到了暴风雨，你就会很生气，你也许会怪自己没有计划好，你也许会觉得自己怎么这么倒霉，你有可能会各种情绪波澜。但是呢，有了圣杯国王的能量，你就知道了，无论什么样子的发生，无论什么样子的遇见，请你允许它发生，请你带着慈悲的心去对自己。比方说天气不好的时候，不要怪自己，不要怪自己倒霉，根本就不要说这句话。你要想到的是，天有不测风云，很正常。今天下了雨，但过2天就会晴。那么晴了的时候呢，你就能看到美好的日出，而下了这场大雨，能够让天气变得更好。这就是情绪内核的稳定。圣杯国王就是在讲，你是你情绪的主宰，你是你内心世界的王者，所以你是完全能够平息自己起伏的心，你也是能够完全的对自己给予温柔和最强的善意的那个人。如果我们不好好的爱自己，谁又会来好好的爱我们呢？想要得到别人最好的善待的前提，就是我们练习最好的善待自己，这个就是圣杯国王。那么当然了，当你开始明白善待自己愿意善待自己，懂得善待自己，停止对自己的审判以后，那么我相信很多朋友，你就会开始知道怎么样去对别人好，怎么样去给别人帮助，怎么样去爱别人，怎么样去真正的关心他人了。OK， 所以我就觉得第一组牌的朋友，整个2025年你的能量要变得越来越温柔。温柔不代表软弱，不代表无能，更不代表脆弱。温柔其实需要的是强大的心理的那个内在的那个核心要很稳定，要很强，才能够看到的是温柔的外在，温柔的表面。所以大家想，那个大海它其实之所以有的时候我们看起来很平静，就是因为它够深，它够大，它够广。如果只是一杯水的话，随意的一点晃动，那个水都洒得到处都是，你说对不对？所以说圣杯国王的能量2025，如果你想发挥自己的特长，无论你遇到什么样子的人，无论你遇到什么样子的事，请大家内核稳定，保有一个我觉得是一个怎么讲呢，就是能够给自己一些温柔的对待。就好比讲，有的时候我们在社会当中可能会听到别人对我们的不好的评判别人对我们的闲言碎语，别人对我们的指指点点，这个时候如果我们再去评判自己，再去否定自己，那是不是对自己也太残忍了呢？可是我们不是经常在这样做吗？别人已经说我们不好了，我们还使劲的反省，说自己不好。不要这样子第一组牌的朋友，我觉得是，如果真的是你遇到了别人对你的评论也好，别人说你不好也好，你只需要去针对这个事情怎么样去改变，但不要去评判自己，就是说审判自己，不要怪自己。只要是继续做，继续提升就够了。更多的你要去原谅自己，你要去肯定自己，因为可能我们在每一个人，就好比讲，他也不知道你的状况，你只需要去在当下，在那个时候尽力而为就够了。最后的一张牌就是这个 Devil 恶魔，这张牌讲的是终极的诱惑。诱惑对于第一组牌的朋友来讲，是你们2025年需要去克服的一个东西，因为你们的2025年会有分心，这个分心它其实约等于，或者是它也可能会以诱惑的方式来到你的身边。我刚才讲过，你2025年有一件很重要的事情要去做，这件事情是你的终极目标。在你到达桃花岛的过程当中，就是到达桃花岛之前，可能你会遇到有人叫你去看戏，有人叫你去赏花，
或者是有人觉得啊，我们要在这个红岛或者是蓝岛有很有趣的事，有很有趣的人。这个时候呢，我们看到的 devil 啊，我可以感觉到就是说这些事情都不足以把你困住，但是呢，你有可能把自己困住。如果你忘记了这个目标，你忘记了你2025年最重要的这件事情的话，你就有可能把自己困住。所以他所谓的这种困，恶魔里的困，它不是说不能够走出来的，而是我们心甘情愿的在恶魔的这个世界里面，在这个领域当中去困住自己。只要你心里记住 OK， 2025年你最重要的目标，你最需要去实现的这件事情，对于你来讲最重中之重的东西是什么，你就能够去，我觉得是把握好这个度，离开啊，去离开。所以说2025年啊，对于第一组牌的朋友来讲，勇敢的让自己脱离，勇敢的让自己出来啊，有这样子的一个欲，有这样子的一个诱惑，有这样子的一个枷锁的能量啊，你也需要去勇敢的去斩断。 OK， 好，最后呢，我们来看一下今天的第3张牌。那么这里呢，给大家抽的是这个动物牌啊，它的能量是青蛙。这张牌呢，我们去讲这个方法之前啊，首先要恭喜一下大家，就是我觉得其实在2025年第一组牌的朋友，你将我觉得是跳出一个圈子，或者是跳脱出一个你当前有的或者是固定的一个东西。2025年你有可能会来到一个很新的环境，也有可能2025年你会打开一个自己的新世界，或者是迎来很多新的机会。因为这个是青蛙能量它自带的一个，就好像是开启的一个能量信息。那么青蛙呢，和水元素啊，和土元素是都有连接的。我们刚才已经看到了圣杯国王，他讲的是情绪的稳定，或者是我们怎么样去在2025年对待自己，对待他人。所以说水啊，它是一个我们在讲净化，它净化的是我们的一些可能是坏的思想、坏的心态、负面的情绪等等啊。那么水是可以帮你去净化的。第二个呢，就是土，2025年稳稳的往前走，因为这个青蛙是往前跳的，稳稳的往前走。我觉得2025年对于第一组牌的朋友来讲，你过完2025年，你不忘记你这个2025年你给自己设定的最重要的这件事情，你回过头来，等2025年过完了，你回过头来，你会看到你跨了一大步。所以2025年对于第一组牌的朋友来讲，它不是一个就是慢慢走过去，它会让你从量变到质变的一个小跳跃，甚至是一些朋友大的跳跃或者是飞跃。那么我们来看一下青蛙的能量，他说的是去走入你真正的力量。我觉得这边有一些朋友就感觉到可能你们2025年整个这一年就好像是比方说有些朋友可能是从小蝌蚪变成青蛙，有些朋友呢可能是从小青蛙变成真正的青蛙。就比方讲，你先开始还不知道自己有这么强的能力有这么厉害的这个特长，这个特长可能你只是知道我会，但是我不知道能这么的有价值。那么2025年你需要在自己认同的这个领域里，在自己已经决定好要走的这条路里面，要不断的去向前我这边看到就是说这个第一副牌的朋友有一件很重要的事情，这个事情一定是你心目当中你认同的，你想做的，你想成为的，很强烈的一种能量在你的心里，而你要做的是坚定不移，是相信它。所以呢2025年我觉得很多朋友会真正的找到这个属于你的特长，属于你的光芒。这个特长和光芒当前你已经有了 OK， 你已经有了，但是呢你现在可能还有点模糊，你不确定这个东西它有多么的厉害，你不确定自己这个能力有多么的强，有多么有价值，能被多少人看见和认同。所以2025年就是这样子的一个经历实验并且强大的认同自己的过程，看到自己这个光原来有这么亮的过程。那么这边青蛙的能量它讲的是不要再把自己放到后面，不要躲到人群的后面，不要躲在他的羽翼之下，请你在2025年勇敢的走出去，成为那个领头羊，成为那个焦点，成为你人生的主宰。
我们来看一下今天最后的3张塔罗牌。第一张牌是大皇帝逆位，第二张牌宝剑5逆，第三张牌圣杯2逆。 OK， 好。好，我们来看一下2025年如何去发挥自己的特长，还有实现自己的光芒。第一张牌呢，就是这个大皇帝的逆位。这张牌呢，让我看到的是，其实第一组牌的朋友，2025年你需要去打破一些常规，你需要去打破一些规则。也许呢，长时间以来你都躲在某人的身后，你都听某人的话，你都愿意去被这个人带着。被这个人带着去做些什么事情，被这个人带领着去如何的去思考一个问题，被这个人带着去怎么样去做在这个社会上去做这个自己啊。可是2025年呢，宇宙讲的是跳出来，跳出这个边框，跳出这个圈子，跳出你原有的这样子的一个语义。因为2025年青蛙的能量是从幕后走到前台，那么这个人如果他在你的前面，他就把你的光芒给挡住了。所以呢，我看到这个大皇帝的能量，就是只有你打破这个规则，打破你已有的这样子的一个限制，你才能真正的突破自我的极限，你才能真正的去实现你的特长，发挥你的光芒。你不再是某人的谁谁谁，你不再是某个东西的谁谁谁，你就是你，你就是你自己。也许有一些朋友，第一组牌的朋友，你会有一个前缀，某人的妻子，某人的妈妈，某人的爸爸，某人的老师，某人的孩子，等等等等等等等。2025年你要丢掉这个前缀，你要成为你就是你，别人直呼你的大名比方说陈老师或者是这个张先生或者是李女士，就是直呼你的名字，因为你的能量足够强，你不再是别人的一个后缀的一个谁谁谁，你就是那个人。那么大皇帝的牌需要大家充满热情，充满斗志，也充满勇气的去实现这个目标，完成这个真正的把自己的心，你看这个心的能量就是我们的核心，我们只有把心打开了，这个心的光才能透出来。那么有些朋友你会找到自己的，我觉得是隐形的翅膀，我们每个人都有。当你看见了你隐形的翅膀，你就能够飞上天际你就将突破这个极限。所以这个能量是连在一起的。第二张牌呢是宝剑5的逆位，这张牌我看到是妥协，我看到的是放下，我看到是不争不吵，而是转头离开。有的时候我们可能会选错战场，引号。什么叫选错战场呢？就是这个地方，这个能量磁场里面，你根本来都不该来。因为这就像我们平常给大家一个例子，我们还是去桃花岛，你应该从比方说 A 点到 B 点到 C 点，然后来到桃花岛，你就不小心走到了一个 F 点。OK， 这个 F 点里面就是什么都没有这个 F 点里面也许就是让你觉得很累的人，让你觉得很恶心的事，让你觉得完全不能够理解的东西。那么如果你看到你来到了一个不应该到的地方，你来到一个不应该在你的这个环境，马上离开。也许在这个地方你会看到很多让你有强烈反应的人事物但是呢，请你不要去争执，不要去过多的解释。有些东西呢，就是他还没有到那个领悟的地方，你不要去教他，你不要去让他认同你的东西，你只需要掉头离开，继续前往你的桃花岛。所以宝剑5这张牌呢，我看到了很多放下。平常有的时候我们可能会争跟别人辩不是这样子的，你错了，我才是对的。
宝剑五讲的是什么？你根本就不应该跟他争，你根本就不应该跟他辩，因为无论你怎么争怎么辩，你都不可能赢。因为这是一个说不清楚的人，这是一个可能不讲道理的人，这是一个可能跟你不在一个能量频率里的人，他无法理解你的理解，他无法理解你的世界，他无法理解你是为他好。所以这样子的人我们离开，这样子的事，这样子的能量磁场我们离开。最后一张牌是圣杯二的逆位，是圣杯二的逆位。这张牌在告诉我强扭的瓜不甜啊。第一副牌的朋友，强扭的瓜不甜。有些东西呢，就是双向奔赴，才可以算是真正的怎么讲呢？就是这个连接才有意义啊。也许有的时候我们说，因为喜欢，所以我们愿意无条件的付出，但是其实没有任何人愿意的是我单方面的付出，然后呢，你完全不给我回应，没有人喜欢这个能量。所以我觉得还是要找准、找对，对吧？找准值得的人，找对属于你的缘。圣杯二的逆位啊，我觉得有些朋友需要去看清楚，承认一个可能你以为的他也喜欢，或者是对方也觉得蛮好的或者是你在迎合他，你在迎合他的口味，你在对他的胃口，其实你并不开心。所以圣杯二的逆位在2025年，如果你想发挥出自己的光芒，你要勇敢的承认自己的心告诉你的究竟是快乐还是一点都不快乐，根本就不是真正的开心。如果你看懂了你的心告诉你的答案，那么2025年第一副牌的朋友，你将非常清楚的知道你前进的方向，你应该停还是应该行，你是应该留下来还是应该继续向前。那么有了这样子的一个能量的反馈，你的内心就是你最强的能量反馈，你将在2025年走得平顺，你将在2025年真正的看到自己有多么的厉害，你将在2025年真正的发挥出自己的属于你的独有一份的特长和那个最亮的自己的强光。好了，这里呢就是第一组牌的朋友，今天呢为大家所连接如何在2025发挥自己的特长和光芒的所有信息，希望这个能量呢能够给大家带来指引。那么我们今天呢就讲到这里，我们下期再见，拜拜。Hello， 大家好，欢迎选择到第二副牌组的朋友。那你们呢选的是这个青金石，好，放一边。今天呢我们要来连接的能量是一个很重要的，帮大家打开2025年，去迎接自己成功的一年。我们今天要看的是如何在2025年去发挥自己的特长，闪耀出自己的光芒。我们来看一下今天第二副牌的朋友，今天为你们抽到的主牌。我们今天看到的能量呢，是要控制你的思想，或者是控制好你的思绪。这张牌呢，其实给我的感觉吧，就看到这张牌以后，我就觉得第二副牌的朋友也许你们是容易想很多的人，容易被自己的就是想法所干扰的一群人，又或者是说你们心思非常的缜密，你们善于用思考来帮助自己做决定，来帮助自己面对你生活里的一些状况。所以也许你们在某些方面其实是属于那种很成熟的人，或者是说比较愿意去想，而不是冲动的那种感觉。可是呢有的时候如果我们真的想去把自己的能量发挥到极致，我们需要把能量导向它最擅长的一面。因为所有的能量都会有它的阳面，有它的阴面。阴面就好像一个影子一样，一把剑它很锋利，它可以去杀敌，它可以去保护自己，但是呢这把剑之所以那么厉害，所以也很容易伤到自己。所以就好像第二组牌的朋友我觉得你们拥有一把非常厉害的宝剑，这是你们的能力。比方说善于思考，善于分析懂得权衡利弊，懂得去比较。但是2025年你们也要去控制好这股能量，控制好自己的这一把宝剑。
所以宇宙在这个地方给你的能量是说要控制好自己的思绪。第二个呢，这一张牌啊，这个思绪的这个能量还有一个是什么呢？就是这把钥匙。我觉得就是我感觉到第二副牌的朋友，2025年如果你很想去真正的发挥出自己的特长，闪耀出自己的最漂亮的那个光芒的话，就好像一把钥匙，你需要去懂得控制好自己的思绪，你就能打开自己成功的大门。所以这把钥匙在你的手中，你怎么样去用它，你怎么样去运用它，你怎么样去把握它，将决定最后你看到的这个结果是什么样子。好，我们现在来看一下这张牌里面它讲的内容啊，他说的是你的思绪，也就是说你怎么想就会变成真的啊，你怎么想就会变成真的。这个能量其实跟我们的那个世界吸引力法则是有关系的。你总是去想那个不好的结果，最后想着想着不好的事就发生了。如果你每次都调整自己的心态，相信一定会有好事情发生，一定会是最好的结果，然后呢就不断的努力，不断的做，那么最后的结果一定是好的。所以你怎么想就会变成真的啊。那么这个思绪，对不对？你的这个思考，你想什么啊？这个脑子里面啊，别人看不见的，你想的是好的、美好的啊、快乐的，还是你想的是恐惧的、焦虑的？每个人的这个思想啊，它将决定你最后显化出来的结果。那么再来呢，他也说啊，相信并且集中注意力啊，看向你真正想要的那个心愿。OK， 你的心愿啊是可以成真的。第二组牌的朋友，2025年，如果你已经许下了最强大的这个宇宙的这个心愿啊，那么这个心愿是可以达成的。但是你需要去控制好自己的这个思想，控制好自己的思绪，不要被恐惧带走，不要被焦虑影响。好，我们看到这里呢，我们来抽一下今天的塔罗牌。我们为大家具体的去连接，去看如何在2025发挥出自己的特长，闪耀出自己的光芒。我们来看一下。好，感恩宇宙。好，第一张牌是大皇帝，第二张牌呢是金币5，第三张牌呢是金币10。好，2025怎样发挥出自己的特长，如何闪耀出自己的光芒？我觉得首先啊，这边第二副牌的朋友，如果你想要在2025年发挥出自己真正的特长的话，那么你需要去给自己设置一个，比方说，良好的习惯。给自己设定出一个规章制度，就是你自己去约束你自己。我们在讲啊，这个世界当中没有绝对的自由，只有你越勤勉，你越是能够控制自己，你越是能够去把计划坚决的实施到底的话，你就越能够离那个目标近一点。所以我这边看到第一个就是，如果第二副牌的朋友，你想去把这个特长给做出来，你想把自己的优势给发挥出来。这个东西它需要去水滴石穿的磨练，它需要你去控制自己，控制这个手艺，控制这个你的这个能力啊。因为我们这边第二副牌的朋友，也许你的这个特长，每个人可能都不一样，有的人可能是做手工，有的人可能是演讲，有的人可能是绘画，有的人可能是音乐，有的人可能是 OK。医疗相关，但是无论是什么，我都看到了你需要去克己只有你控制自己，你就能够拥有这个自由，你就能够去享受这个开启自己光芒的钥匙。OK， 这个是大皇帝，所以我看到就是，如果第二副牌的朋友，你已经决定在2025年去给自己设定在一个框架里面，你决定去磨练自己。不仅仅是磨练自己的这个手艺，这个特长，也在磨砺自己的意志的话，那么2025年你坚持的做下去，你将看到你能坐在那把交椅之上，你能够得到你的那个王冠。OK， 这是第一个。第二个
如何在2025年去发挥自己的特长，还有这个光芒。第二组牌的朋友，2025年需要你们去勇敢的寻求外界的帮助。如果你想发挥出自己的特长的话，你一个人去完成可能未必能够实现。他在乎于团队的共同协同和作用，他在乎于你处在这个环境里，你处在这个庞大的队伍里，你处在这个时代当中，所有的人都要为这个东西去做努力，或者是说你需要被别人拉一把，你也要去拉别人一把，大家要你我共同的去作用，你帮我，我帮你，把这个帮助，把这个伸出援助之手去把它发扬光大。所以说第二个牌的朋友，你要在2025年发挥自己的特长，实现自己的光芒的话，你可以去主动的帮助别人，如果别人来帮你的话，你去帮他们。那么2025年你也将遇见自己的贵人，你也将遇见自己的，我觉得是需要的这个人或者是需要的这个东西，他会在前方等待着你，你往前走，你坚持下去，你就能看到他。所以不是说所有的事情都是我一个人或者是你一个人去做。我觉得2025年其实第二副牌的朋友，你需要团队来的。就算有些朋友你觉得好像团队离你比较远，你也需要朋友 OK， 你也需要陪伴，你也需要他们从无论是具体的物质上，还是精神上，还是感情上，给予你这一份宝贵的支持，来让你处在这样子的一个有爱有温暖的环境的这样子状况里面，或者是这样能量里面去不断的接近你理想的那个目标，不断的去接近你想打造的那个东西 OK。 那么第三个呢，其实这边很多第二组牌的朋友，我觉得2025年你的光芒，你的特长不仅仅是发挥在你的，我觉得是你的这个就是别人看到你的这个环境里。那别人看到你的环境可能是你的社会环境，包括你的朋友圈里面的，包括你的工作场合里的，包括你的学校这个同学同事之间的。我觉得2025年第二排的朋友，你们的光芒还在于你们在家里面发挥的这个光芒和热度在你的家里面，所以这个家里面的这个能量呢，它是别人一般看不到的。每一个人他的光芒，他实现的这个场所 OK 是不一样的。有的人的光芒是在舞台上万众瞩目，有的人的光芒是在背地里默默无闻，但并不代表这个光芒它不够的明亮，并不代表这个光芒这个频率不够这个高度。每一个人都有自己最适合的位置，以及我们在社会当中，在这个地球里面吧，那个角色，那个那个位置，每个人都不一样，无分高低贵贱，每个都是平等的。所以呢，我看到就是有一部分朋友第二组的，也许你的光芒在2025年，它最大的力量可能会在你的家里面比方说你可能会在家里面去通过自己的努力去帮助你的家人 OK 实现他们的人生目标，或者是说你会作为贤内助去帮助 OK 你的家人朋友，或者是你会作为最好的孩子，最好的这个父母亲 OK 也许你的这个牺牲，你的这种妥协和让步是你心甘情愿的，是你希望通过自己的努力，这一份退后的不被外面人看到的努力，而成就的是这个家庭的美满和幸福，这也是非常伟大的。有的时候家里的那个位置容易被我们忽略家里的那个做事情的人，家里的那一个奉献的人容易被大家忽略，我们往往看到的是外界的成功人士，但是家里的人呢，家里那个付出的人呢，家里的那个付出使得这个家庭的那个外面的那个人成功的这个人，他同样的成功，因为他所付出的一切，他所我们所谓的这个光芒，他就是照耀别人，这就是他的光。所以我看到第二组牌的朋友如果你是在家里面 OK 有这样子很重要的一个角色的话，那么我看到其实2025年你在家里的这个作用非常的大，没有你就没有这个家，没有你就没有家庭那个谁谁谁的光环，或者是他们的幸福生活。
所以在这边呢，就是如果有朋友你是在家里的话啊，我觉得你是非常伟大的啊。那么我们在这里啊，就是控制你的思想嘛，就是在家里有的时候我们可能跟社会是有一定距离的，那么你也是要好好的去控制自己的思想，有的时候想多了容易让自己累，所以呢，就是要去调整自己的这个生活，要去调节自己的想法，让自己在工作和休闲的过程当中去平衡好。好，那我们继续来看一下今天的第2张牌啊，如何在2025年发挥自己的特长，展现出自己的光芒。我们这里的能量是 keep going， 继续向前继续向前。所以呢，我觉得这张牌出来以后吧，我看到很多第2组牌的朋友啊，我觉得你们其实当前吧，应该已经是在一个这个轨道当中，或者是已经在一个你选择好的、你认同好的道路里面啊，我觉得是在努力的前行着。而且呢，这种努力我觉得是非常落实的非常落实的。无论你是在台前还是幕后，无论你是在家里的外面的舞台、社会当中，还是在家庭里的本身，我觉得你已经其实看到了你目前这个人生阶段可能对你来讲最重要的事情，你最需要去在哪个地方去发挥你的特长，展现出你的这个光芒。那么2025年，宇宙说你继续不要放弃。我们在选择的道路当中，其实你越认定，你就越可能遇到，比方说反对的声音，比方说别人对你的评判，比方说别人对你的指指点点。因为这些东西就好比讲你要往上走，宇宙给你的一个考验宇宙给你的考验，或者是你想这样理解也可以，你想修得修得这个我们在讲的修得正果吧，那么这个过程当中可能就会有魔音去干扰你那你能够摒除他们，你能够去不被他们干扰的话，你最后就能够修得正果。所以一切的这个美好的东西，它可能中间的这个过程都不是那么随随便便，都不是那么简简单单。那么当前的宇宙在讲2025年，你想发挥出自己的特长，你想去实现自己的光芒万丈的话，你需要去把这些别人对你的打压呀，你听到的否定的声音呀，或者是有时候遇到的是失望的这种状况，都转化成为你继续行动，你继续努力的养料。就好像是我们讲越挫越勇越挫越勇，把你最真实的一些情感，把你的这种受挫的这个心态全部转化成继续创造、继续前行的动力。不能轻易的放弃无论当前第2组牌的朋友，你们是想做什么，就是不能轻易的放弃，越难就越做。因为如果这是你想好的，这是你选择好的，对不对？你就越要做。因为我这边感觉到这个控制思想就好像有一个魔音，就是会在你的脑海当中给你制造一些假象，给你那种小小的声音那个小阴暗的声音，那个小小的那个魔音在那里吹，你听到以后你可能就会受干扰，你可能就会沮丧，你可能就不想继续了。所以我才说第1张牌是大家2025年的定海神针吧，这个大皇帝。什么叫定海神针？就是我制定好了这个计划，我想好了我每一天每个月我这个做这个，那个做那个，然后第一件事、第2件事、第3件事，无论我的思想怎么变，无论这个魔音怎么吹，我继续去做，我做完了就结束了，我明天继续做。只有这样子不断的努力，不断的向前。第2副牌的朋友你一定能在2025年看到自己的这个特长，自己的这个光芒被无限的发挥出来。好，我们现在呢继续来抽我们今天的塔罗牌，我们来看一下好，第一个呢是这个宝剑5的逆位好，我们来看一下第2张牌。第2张牌呢是圣杯5的正位好多5号元素第3张牌呢是金币骑士，对 OK， 我们来看2025年我们这边的能量怎么样去做呢？首先就是这个宝剑5
我看到是这样子啊，2025年呢，如果大家在这个无论是工作也好，学习也好，或者是在家里啊，千万不要去跟别人做比较，千万不要跟别人做比较，比着比着你就会伤心，比着比着你就会难过，比着比着你就会泄气。所以如果你想在2025年把自己的特长真的做出来，无论是做饭也好，是整理家务也好是写这个音乐也好，是这个做绘画也好，是医疗这个照顾病人也好，还是去研究科学研究也好，一定不要去看别人怎么样，别人怎么样跟你一点关系都没有这个能量我们有的时候经常会就是掉到这个陷阱里面去，别人再成功，别人再幸福，别人再痛苦都跟你一点关系都没有。当然这个能量我们是放在限定的这个我们今天主题里面，这个意思就是说他的命是他的主宰，你的运气是你的主宰。第二组牌的朋友，如果别人的好运他很开心，你把它反过来读到自己身上，觉得自己不行，那么你就掉进了恶魔的陷阱。因为这个人的成功，他也许付出了很多，或者是他运气很好，他正好在他的那个运气的高点，而你呢，你当前要走这个实战的路线，你当前要去磨砺你自己的特长，你要去一点一点的把自己的光芒给磨出来，就好像你是钻石你是原石，你就是要被打磨，你正在打磨的阶段。所以这个时候你一定不要去跟那个已经磨好的石头去比，你只要相信通过这个过程，你就是那个钻石，你就是那个璀璨，你就是那颗最漂亮的玉石的话就够了。所以2025年切记跟别人做比较，不要跟别人做比较，他再好那是他的事，不要羡慕，只管自己。因为你能够去，我们在讲其实最好的对比就是对比自己，只要你今天比昨天好，只要你今天把这个任务完成，只要你今天把自己的计划完成，每天实现一个小目标，1年以后2025年结束你回过头来看第二组牌的朋友，你就赢了，你一定会为自己拍手叫好，你一定会为自己感到骄傲。这个是第一张牌宝剑5的逆位 OK。 第二张牌是圣杯5第二张牌圣杯5，这张牌呢非常考验就是说你们的一个心态。有的时候看起来很糟糕的事情其实不一定那么的糟糕，有的时候呢我们在这个前进的过程当中是会看到一些小阻力的，是会遇到一些小挫折的，甚至有的时候还会遇到就是事与愿违的东西。但是呢这些都不是 ending， 就是它不是最后的结局，它不是最后的结果，因为最后的这个结局和结果是需要你这个主人或者是你这个人生的主宰的这个人去叫停才算数的。就是如果你失败了，你只要再继续，它就不是一个失败，它就不是一个终点，它只是一个逗号，它不是句号。而什么时候画句号是只有你说的算只有你说的算。所以说这张牌圣杯5，我觉得很多朋友在2025年你要知道的是，我们的这个地球它的能量，它的运势当中有高有低，有强有弱，你也会在能量的运势当中随之而起伏。当你遇到低点的时候不要气馁，当你遇到人生高点的时候也不要太过于的狂喜。当你在人生低点的时候，你要去看向那些美好，去看向曾经帮你的人，去看向你曾经的成功，去看向你当前还有的希望。那么在此起彼伏的能量当中，我相信你第二副牌的朋友，你一定可以去不断的在螺旋的这种能量里磁场里面去向前和向上。圣杯5，最后的这张牌呢是金币骑士。这张牌呢再一次证明了我之前看到的能量，就是2025年对于第二副牌的朋友来讲，我觉得是你们的打磨的一年。就好像讲你们是璞玉，你们是这个钻石的原石来的，那么你们需要在2025年通过打磨的过程，让自己不断的变好，让自己不断的这个特长的能量被发挥出来。金币骑士就是在讲你可以慢，但是你不可以没有雄心壮志
相比于一些很快的或者是一下出成果的那些人，他们并不比你好到哪里。如果你愿意的话，你可以比他们更好。但是呢，这个方式和方法，你要知道自己的节奏，你要知道自己的这个计划。只有你按照计划，你才能够实现你的目标，你才能够到达你心中的彼岸。所以金币骑士讲的是，你不比任何一个骑士要弱，你也不比任何一个骑士要差在哪里，一点都不差。金币骑士的能量，它的能量是说，我跟其他的骑士一样，也有雄心，也有壮志，只是说我需要按照我自己的节奏，按照我自己的方法来完成我的目标，实现我的理想，仅此而已。就好比第二组牌的朋友，无论你给自己设定2025年你的目标是什么，你想完成什么，你想发挥什么，你想照亮什么，这些就是你的雄心壮志，不比任何人差，不比任何人要来的有什么不好。相比之下，你可以比他们更好，但是呢，你一定得按照你自己舒服的，你能够接受的方式，慢慢的到来。OK， 耐心、等待、磨练是2025年，我觉得第二组牌的朋友你们要经历的，也是去助你们成长的一个我觉得是来自宇宙的一个帮忙。金币骑士好，最后呢，我们来看一下今天的最后一张牌2025年给大家抽到的一张牌呢是田鼠，这是我们今天的最后一张指引牌。田鼠的能量代表的是成功，这个成功是什么样子的成功？田鼠虽然很小它在这个广阔的田园里它非常的小，但是你不能忽视它的力量。田鼠的能量代表着，虽然我小，但是呢，我仍旧能够发挥出我的力量。我觉得这个能量跟整个第二组牌的朋友，我连接到你们的这一组的能量信息是完全吻合的。很多第二副牌的朋友，其实你们已经走在了自己的成功之路里面。我觉得你们是在人生的上行阶段，在这个阶段里面呢，其实走起来会感觉阻力是比较大一点的，因为是上坡路。大家有没有爬过山？上坡比下坡有的时候会感觉到累，但是呢，你们要心里想到的是你在爬坡，所以这个累是正常的，流汗是正常的，但是你们心里要有这个目标，是说你在无限的接近那个山顶，你人生的山顶。当你往上坡走的时候，宇宙或者是我们看到这个魔音，它可能会在你耳边吹，要么就放弃吧，要么就歇吧，要么今天就不做了吧。这种声音是2025年你们需要去克制的，你们需要去克服的。而只有当你们去克制住自己的这个思绪，稳定住自己的思想，不被这个魔音所干扰，不断的去继续，不断的去坚持，那么总有一天你会看到这个成功就在你的手中，从来都没有离开过你，而最后你只是把它显化出来了而已。好，我们来看今天最后的3张塔罗牌第一张牌呢是宝剑2，第二张牌呢是金币4的逆位，最后一张牌好，最后一张牌呢是 Hierophant，OK， 大主教。2025年想要去成功，想要去发挥自己的特长和光芒的话，你需要去沉着冷静，好好的去思考。而且呢，在这边我感觉到，就是在做重要决定的时候，在做重要改变的时候，请你们一定要三思而后行。因为我这边感觉到，其实要稳固下来的能量会比变化的能量对于你来讲更加的重要，更加的我觉得是难。2025年可能有些朋友会经常有这种瞬间感觉到自己想放弃，或者是想离开，想改变。但是呢，你一定要真正的去深挖这个想法之下究竟是什么在推动着你。是因为太难了，太苦了，是因为看不到希望，不想再坚持了，还是说是真的你看到了改变的必要，这个改变的必要是为了能够让你更快的实现那个原来设定好的目标。如果是
为了原来就设定好的那个目标，那么你可以改。可是呢，如果是因为我刚才讲的那些原因的话，请大家三思而后行。一旦你改变了，一旦你放弃了，就有一点感觉到是功亏一篑啊。所以宝剑2的能量呢，我觉得很多朋友你们一定要多思考，多冷静啊，不要去就是因为一些冲动，不要因为一些感情用事而毁坏了你原本的那个完美的计划。如果是这样子的话，可能你会后悔。OK， 那么第二个呢，就是我这边看到啊，金币4的一个逆位嘛，它讲的是不要过分的去，有的时候不要过分的去要一些东西啊。该放手的时候要放手，该灵活的时候也要灵活。就好比讲，你对一件事情你已经想好了要这样做，但是呢过犹而不及啊，过犹而不及。比方说，你想去把这个事情做好的话，那么你要顾及的是你和周围的环境之间的关系。如果你的领导或者是你周围的这个人，他要求你，比方说，5点钟下班或者是9点钟下班的话，那么你就按照他的要求去做就好了。如果你加班或者是更多的话，你要考虑一下，这是不是别人的真正的需要，这是不是别人真正的会看到你会表扬你的东西。可能这个例子稍微不是特别的能够去对到所有的人啊。我想说的是，不仅要考虑自己我想怎么样，我们也要去考虑我们周围的环境，别人是怎么样想的，你的上面的领导是怎么想的，或者是你下面的员工是怎么想的，你多去顾及或者是多去考虑别人的一些想法，或者是他们的诉求，或者是他们的一个对你的一个期待的话，也许你能够看到有些事情放手，或者是有些事情不要太多的去做，也许反而是能够让你更进一步的。好，这边我再举一个例子，古时候大家想一想那个将军啊，那个将军呢，他战功赫赫，如果这个将军战功赫赫，功高盖主的话，这个将军一般都不会有很好的一个收场，对吧？虽然说这个能量我们不去评判它对还是不对，但是我们可以看到历史不断的在重演着这样子的悲剧，所以有的时候呢，我们需要去往前坚持，但是我们也要学会适当的放手，这个才是我真正的想去给大家强调的一个能量。无论是对谁，同样的道理都是一样的，而且这个东西不仅仅是功劳的问题，有的时候是我们做事的方法，我们怎么样去控制这个度量的问题。过犹而不及，刚刚好，大家认为的刚刚好才是真正的好。满分有的时候才真的不是满分，那个不是满分的那个分数其实才是真正的满分，大家去想一想是不是这个样子。最后一张牌呢是 Hierophant 这个是 Hierophant。那我觉得2025年呢，对于第2副牌的朋友来讲，它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学习的一年。之前呢，我们在第一次讲牌的时候，我们有看到这个金币5号元素。我说的是2025年你需要去寻找到能帮你的贵人，或者是主动的寻求别人的帮助。你同样的也要去帮助拉下面的人往上来你是中间，你既要去往前走，你要去寻找上面的人帮你，你也要去拉下面的人。Hierophant 的能量再一次的说明，我觉得很多朋友2025你要去向别人学习，你一定要学很多东西，但是2025年还有另外一种学习的方法，就是你去传播你的知识，你去教别人，你大方的去教别人，或者是帮别人，你会在这个过程当中学到更多你会在这个过程当中学到更多。所以我看到其实2025年吧，第2副牌的朋友，我觉得你们非常的怎么讲呢？我觉得你们非常的有人气我觉得你们的人气也很高，你们在一个非常繁忙的能量磁场当中，2025年因为你们在向上嘛，这个过程当中你们会遇到很多人，你们会听见很多事，你们会产生很多很多的点子，也会有很多不同的思想，不断的我觉得外界的也好，你内心的也好，就是会跟自己产生很多的碰撞。2025年需要你去在繁忙的这个能量磁场当中，让自己静下来，让自己稳固下来。
无论外界如何的去变，无论外界如何的去快，你需要有自己的节奏，你需要保持自己的节奏。那只有这个样子，2025年，我相信第二副牌的朋友，你们一定可以去我觉得是牢牢的抓住属于你们的成功。你看一下我们的这个田鼠，不需要是最大的那个人，也不需要是说话声音最响的那个人不用去做最大的而被看见，也不需要去声音最响的那个人才会被别人听见。你只需要去做你，无论你的大小，无论你是什么样子，无论你想做什么，无论你想说什么，无论你说的是什么方面，你要相信总有属于你的观众，总有属于你的那个欣赏你的人。好，那这里呢就是第二组牌的朋友，我们今天所看到关于你2025年怎样去发挥自己的天赋，如何去使自己的光芒被照耀出来的一个指引讯息。那么希望这个能量呢能够对大家有所指引。那我今天呢就讲到这边，我们下期再见，拜拜。Hello， 大家好，欢迎选择到第3副牌组的朋友，你们呢选的是这个金蛋白石。好，我们把它先放一边。今天呢我们要来看的主题是说如何在2025年发挥出你自己的特长，还有属于你的特别的光芒那么今天呢我们来看提前为大家抽到的主牌。第3组牌的朋友，今天我为你们抽到的呢是迎接你生命的意义。哇，这张牌我觉得好强大，也非常的美丽。第3组牌的朋友，你们有没有一种感觉，或者是有没有一种感应，对于某些事情，对于某些人，就是有那种命中注定的感觉。我们每一个人，每一个灵魂显化在我们的地球来到我们的地球，有一个特别的事情要做，或者是有一段特别的缘，有一个特别要见的人，一定是有意义的一定是有意义的。所以当前呢，这张牌让我看到是第3组牌的朋友，2025年你将有的朋友是发现，有些朋友呢是更加的坚定和确定，就是关于你的生命的意义，有关于你人生的使命这样子的一个能量那么如何去发挥你的特长和光芒，就是在你的这个生命的意义或者是人生的使命这个括号里面去成为独特的自己。所以我们今天看到是什么呢？他讲的就是说，这个大天使Michael 呢，他会指引你前往你生命真正的意义，或者是你人生的使命。什么事情能够让你真正的快乐，你就去做它，你就去跟它连结。那么你会发现你喜欢做什么，你由衷的喜欢什么样子的人，这就是你的命中注定。好，所以呢第3组牌的朋友，我们现在呢就一起来抽一下今天的塔罗牌我们来看一下如何在2025年发挥出你的特长还有光芒呢？感恩宇宙。好，请宇宙给我们指引，感恩。第1张牌呢是宝剑国王。这张牌让我看到是什么？我觉得是要更加的坚定。就有些朋友我觉得在你的生命当中，有些事情你很热爱嘛，然后你也很喜欢，你知道做这个事情你就是会很开心，但是呢，出于比方说有的时候这件事情也许并不能够让你赚很多的钱，或者是当下可能没有办法给你赚很多钱，又或者是说这件事情有的时候会跟你的工作相对冲，又或者是说这件事情也有可能有别的人给他一些比方说负面的否定。那么此时此刻呢，你必须要坚定，因为你必须做你自己人生的主。你看我们的这个宝剑国王就是很有那种决策心，很有那种 OK， 我能够在我自己的世界当中做主，我能够去拯救我的世界，我能够去按照我的想法去过我的人生，是这样子的一种坚定。
宝剑国王。而且呢，我看到是作为你的选择，第3组牌的朋友啊，作为你的选择，你如何去对待你的梦想，你如何去对待你认定的这个生命的意义的话，是你的一个，就像你的孩子一样，他在没有真正的成型之前是很脆弱的，你需要像一个父亲一样的去守护他，去保护他，直到他茁壮的成长，直到他成为了一个，你看，成为了一个真正的龙，可以飞跃于这个天际。那么那个时候他就会和你一起成为你生命当中，你来到这一世地球里面最好的坐骑，对吧？他成就着你，你也在成就着他，你们2个人是相互的指引，你们2个人是彼此的陪伴。所以我们今天看到第1张牌啊，宝剑国王。好，我们继续。第2张牌呢是圣杯侍者啊，这张牌呢让我看到，就有些朋友啊，如果你想在2025年去发挥自己的特长，然后呢去展现自己的光芒的话，其实你们可以去多交新的朋友，可以去多见新的不同的灵魂。那么在这里呢，我看到可能在2025年，很多朋友会在比方说交友啊，或者是说谈恋爱呀，OK， 或者是比方说遇见什么你从来都没有见过的人呐，就是在这样子的一个我觉得是新的情感或者是新的人际关系、新的友情的地方，能够看到很多我觉得是让你开心的、让你兴奋的、让你能够展现自我的机会。有的时候呢，可能就是因为一个新的人的出现，而把我们的生命点亮，而把我们的灵感激发出来，或者是说因为遇到了这样子一个人啊，他能够让你更加的去坚定，更加的去确定你想选择的那个方向，你想去走的那条路。所以我觉得在新的一年里，2025年第3组牌的朋友有很好的机缘啊，有很好的机缘。之前我讲嘛，你来到这个地球，可能就是有命中注定要做的事，也有可能你有命中注定要见的人。那么圣杯侍者这个能量，我看到是有可能这个机缘，这个时间到了，2025年你就会跟这个机缘里的这个人去遇见 ，OK， 那么他会带给你新的灵感，或者是说他会带给你新的一些启发，帮助你继续的去发挥你的特长，或者是展现你的光芒 ，OK。好，我们来继续往前，还有什么样子的能量呢？第3张牌，我们这里是一个权杖4的一个逆位。好，权杖4的一个逆位啊，这张牌我看到的能量是什么呢？在你进入到真正的稳定期之前，可以去更多的探寻和发现。有的时候我们可能会给自己设立一个目标，我们非常希望能够快速的到达，我们每一天的努力，每一次的这个行动都是为了那个终极的目标，就像我们在讲实现我们的理想。可是呢，权杖4出现在这里啊，而且是一个逆位的权杖4，让我看到的是第3组牌的朋友不要太过于的快的去确定你要停在哪里。如果你想在2025年发挥自己的特长的话，那么你需要更多的探寻。我看到有些朋友啊，也许你所特长的东西就是你的这个特长，你的天分也好，你的人生意义也好，或者是你的使命也好，可能它不仅仅是那一个。权杖4让我看到是什么呢？就是有一些朋友可能当前已经能够找到你看到的那一个跟你惺惺相惜也好，和你特别有感觉的那件事，那个人那个能量你已经看到了，但我看到的是你还有其他的东西。OK， 你还有其他的东西是当前没有被发掘出来的，又或者是说在你的这个生命的意义里面，你可能有2件或者是多件事情要去做，要去打开，同时的去解锁。而权杖4这张牌出现在这里呢，让我看到的就是有些东西我们太快的去下一个定论，可能未必是那个最终极的答案。有的时候呢，我们看到的只是答案当中的一部分，而这个答案是一个很复杂的生命体，这个答案是多层能量的结合。而当你去不关闭这个结论的可能性，不关闭新的能量的可能性，你会发现更大的或者是更全面的一个解答。这个解答是对于你生命意义的解答这个是权杖4。
那么从权杖四这边呢，还有第二张牌跟它一起出，就是圣杯四，然后这边是一个逆位的圣杯四。这张牌呢，我读到就是说，如果你想在2025年发挥自己的特长，真正的让自己光芒四射的话，第三组牌的朋友，你们需要的是不要去觉得一件事情你不断的做，不停的做，没有变化就够了。这两张牌都在告诉我，就是不要求得安稳。也许有些东西啊，第三组牌的朋友，你可以进入到安稳，你可以选择这个稳定。但是呢，我觉得，稳定并非你2025年真正的答案。有一部分的你会看到很稳定的东西，你很坚定的东西。但是还有另外一部分的你，如果你不让它稳定下来，如果你还想去探寻的话，那么这个探寻之路会为你打开新的大门。圣杯四 OK， 权杖四，两张四在一起啊，我都看到了一些更加高的或者是更加深一层次的去解锁自己的生命，去解锁自己的人生。有些事情呢，如果你觉得太过于一成不变，或者是你很想去暂时不给它下结论的话，那么这个能量会在2025年有助于你。也许你能发现 OK 这个答案之后的更深层次的一个解答，又或者是宝藏之下的更好的宝藏。大家如果知道那个采矿的话，就算你看到了金矿，或者是你看到那个钻石的那个矿的话，那你就会知道其实这个矿表面是一层，你继续往下挖还会有更多和更好的，就这种感觉。所以我觉得2025年其实还蛮适合第三组牌的朋友去有一部分我觉得你会很肯定，你会很坚定，但是你不要去把它给作为最终极的一个结论。如果你打开自己的心，如果你继续的去有这种 open mind， 就是去不断的去探索新的可能，尽管这个已经很好了，那么也许你会发现好上加好。你会发现好运之后还有更大的好运，或者是你会发现一件事情它可以很棒，但是还可以更棒。就如同你也许当下很优秀，但是呢你可以更优秀，这种感觉这是我们今天看到的塔罗牌里的信息。好，那接下来呢，让我们来看一下今天的第二张指引牌。今天呢给大家抽到的第二张指引牌，它讲的是打开你的心去爱 OK， 打开你的心去爱。这张牌呢其实它的能量挺有意思的。我们今天看到的主牌是有关于你的这个生命的意义，对吧？有关于你的天命，有关于你的使命。但是我们今天的第二张指引牌呢是让你打开你的心去爱。其实我觉得这个能量让我看到是第三组牌的朋友，如果你真正的用你的心去感受的话，也许你会发现有些东西其实才是你真正喜欢的，又或者是只有当你真正的去用心去体会，你会看到更多跟爱有关的连结。为什么我要这样子讲这样子一句话因为我看到有一部分第三组牌的朋友，其实你们是比较能量上是比较理性的，是比较我觉得是很有自己的判断的，或者是说很多时候你们都会把自己放在一个很中立的，不轻易被感情或者是感觉和冲动所影响的一个族群我有这样子的一个能量的连接。而当你们看到打开自己的心去爱的时候，我觉得仿佛是在给你们的一个理智的大脑或者是理智的内心加上了一层粉色的光芒，就好像是在讲你有理智的判断，你有很理性的思考，你有非常沉着和冷静的一面，但是呢，如果你加上了爱的温柔，或者是爱的流动性或者是爱的那种比较我觉得是容易被感动的，或者是容易去更加深的触及内心的一层能量的话，那么你们会在2025年更加强大的发挥出自己的特长还有光芒。第三组牌的朋友，之所以比方讲，之所以你们当下能如此的冷静沉着，或者是之所以当下你们能够那么的理智，然后呢有很强的分析能力或者是有很强的这个自我的能力可能是因为过去你们曾经受过伤，或者是之前你们受过打压，或者是之前你们受过很多的否定。你们之所以这么厉害，这么的成熟，是因为你们在那样子的过去里面已经把自己的心慢慢的有所就是形成了一个保护罩，就已经把自己的心给笼罩了起来。
而你们的这一层看起来有一点冰冷，有一点防护的能量，其实它是在保护着自己的一个自动的一个机制。你们现在已经拥有了一个强大的，比方说能力，或者是一个很强大的根基，又或者是一个很强大的一个什么平台，能够让你们很稳定的在里面，很安全的在里面做自己的想做的事情，或者是成为自己想要成为的人，发自己想发出的声音。可是呢，我看到在2025年，当你能够慢慢的把这层内心的保护罩慢慢的把它柔软化，又或者是给这个保护罩一个裂开口子的一个机会的话，那么你会发现会有一束很漂亮很柔美的光芒射进这个内心，去疗愈你，去让你感动，去让你更开心，让你去从我觉得是基本的安定或者是祥和，加上更多的爱。而在这个裂口，就是这个心打开之后，你会发现虽然这个保护罩可能没有之前那么的厉害啊，就好像这个结界松动了啊，你可能没有之前那么的厉害，但是你会发现你将得到更多的爱。而你的光芒 OK 第三组牌的朋友，而你真正的光芒将会通过这个裂口，或者是通过这个打开的方式，我觉得你的光芒也将更多的去展现在世人的眼中。就我觉得好像很多第三组牌的朋友，你们已经准备好了啊！我这边感觉到你们有一股很强烈的 OK， 你已经准备好了，你已经能够去在自己的使命、自己的人生道路当中去有所建树，或者是有所指引，不会再轻易的被别人摆动，不会再轻易的被别人伤害了。你已经有很强的一种能力去保护自己也好，去保护你想爱的人也好。而当前这条路是在2025年让你更好的去接受爱，感受爱，去更好的去拥抱属于你的和本属于你的幸福和美满。无论是在工作、事业、人生、理想健康等等道路当中。所以我就觉得有一股生命之力这个是 open heart to love， 打开心去爱，有一股生命之力在2025年给到第三组牌的朋友，它会让你在2025年我觉得是更加成功。好，我们来看一下这3张塔罗牌接下来的第一张牌是宝剑3的逆位，好。第二张牌是权杖5的逆位 ，OK。第三张牌是什么呢？我们来看一下。第三张牌是圣杯骑士，对。好，我们来看一下如何在2025年真正的去把自己的特长打开，把自己的光芒可以去 OK 照耀呢？那么第一张牌是宝剑3的一个逆位，这张牌呢，我看到是什么有一些不好的关系要真正的去就是散掉，不好的关系要散掉，不好的合作要散掉，不好的连结要散掉。有的时候呢，我们可能会跟一些人，会跟一些事产生纠葛，或者是产生纠结。那么他们呢，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可能会让我们比方说难过，或者是消耗我们的能量，又或者是让我们不相信爱，对吧？这个都是我们可能会经历的。当你去真心待一个人，结果这个人却骗了你，或者是背叛你之后，那么让你再一次去爱的话，肯定就会变得更难了。所以呢，我觉得宝剑3它既是一种破裂，就是把这些东西分开，同时也是疗愈，就好像心上面可能有一个东西，它一直在那里让你呼吸困难，或者是让你的心没有办法去完全的展露自己的光亮，那么这个东西就需要去拔下来，就不能再在心上面粘着。OK， 所以宝剑3我觉得第一个能量需要你们去把这个东西给它拔下来。这个东西不一定是当下的，有可能是过去所形成的东西，这是以前的关系，这是以前的背叛，这是过去历史当中的一个纠结。所以需要在2025年，我觉得是第3组牌的朋友增大你们的勇气去把内心当中的一些东西给它拔下来。这些东西影响了你去真正的感受到真正的幸福，还有你们本身可以去发出自己的一个光亮的东西这个是宝剑3的逆位。
第二张牌呢是权杖五，这张牌讲的是有一些我觉得是冲突和矛盾啊，有一些冲突和矛盾需要在2025年去化干戈为玉帛。权杖五的能量啊，我觉得在第三组牌的朋友这边，我不知道你们会不会有一种很强烈的竞争意识，或者是说很希望自己是那个圈圈里面第一名或者是最厉害的。权杖五的逆位啊，我觉得有的时候呢，就是你需要去放手，你需要去让自己怎么样讲呢，就好比讲退一步海阔天空的感觉啊！我相信第三组牌的朋友，你们一定是有实力，你们也一定会有这个决心。如果你们想当第一名，你们想成为最强的那个人的话，你们也一定可以做到。但是是不是每一次都需要当第一名？是不是每一次都要当那个最强者？这里是你需要思考的问题。2025年，如果你想发挥自己的特长的话，或者是展露自己的光芒，对于有一些纷争，有一些冲突，有一些竞争，你需要以退为进了。有的时候你让他赢一次，你让对手赢一次，或者是你让别人得到更多的好处，看起来你吃亏了，但事实上你会发现你得到的更多。有的时候有些关系啊，矛盾可能也是因为大家的性格很类似，针锋相对的很严重。而当你退一步的时候，也许你会看到对方也会退一步。有的时候我们确实是会遇到一些很较劲的人 ，OK， 很较劲的人可能会刺激到你，可能你更想较劲了啊。但是呢，有的时候有些人可能真的不是那样子的人，而只有当我们退一步，我们才能看得更清楚，这个人值不值得交，这个人值不值得给一次机会，这个人他是否真的还不错，还是说这个人真的不行。因为有的时候啊，也许我们在跟别人对抗的时候，是因为别人先挑起来了一件事情，先挑起了争端。而在2025年，当你退一步的时候，你可以看到你的对手是真的很较劲，真的是就是那种不能够去跟他和平共处，还是说这个人其实也还不错，这个人其实非常懂得进退，当你退的时候，他也能够去往后退一步，或者是他也愿意去跟你有更多的分享的话，那么这个人也许是能够跟你有不一样连接，创造不同关系的一个对象。我们讲多一个敌人不如多一个朋友，所以呢，也许在2025年第三组牌的朋友，你们有化敌为友的机会哟，一定要把握，一定要去尝试一下 ，OK。那么最后的这张牌呢，就是圣杯骑士了。我们可以看到非常典型的这个能量，它的流动性第三组牌的朋友，你们的能量的流动性就是在化掉一些干火，然后呢，转化成了我觉得是温柔的水，转化成了爱，转化成了包容理解，转化成了你们的中间是力量，外面是我觉得是温柔，这种感觉，你们的温柔可以更多的去流露了，你们最温柔的那个心可以更多的去展现和表达了。当你们展现出温柔以后，我觉得很多第三组牌的朋友，你们会成为真正的强者。我们看到有一部分的强者就是他很强，他很刚强，但是还有一部分的强者，他会把刚强的一面放在内心，而把温柔给别人。这样子的强者才是真正的领导者，这样子的强者才能真正的吸引到，我觉得是好的人。这些好的人可能是你的陪伴，可能是你的军师，可能是你的良师益友，也有可能是你的合作伙伴。所以在这样子的一个我觉得是能量的转换当中，你的频率将变得更高，你也有机会我觉得是吸引更多的好的人跟你有缘的有善缘的人来到你的生命。那么这边有一部分朋友，如果你是单身的话，我觉得2025年是很有那种情感的际遇的有很好的机缘，有很好的感情的缘可能也会在你的这个能量之中。好，最后呢，我们来看一下第3张我给大家抽到的这个指引牌。今天呢，给大家抽到的是长颈鹿。好，长颈鹿。那么这个长颈鹿它讲的是站得高看得远能够看到一个大局。我们一定要有大局观，我们不能只看眼前，我们不能只看自己，我们要能够站在更高的角度，看向更远的未来。那么这张牌呢，给我的感应是什么呢？就是如果你想去发挥自己的特长和光芒的话，你不仅仅是在一个很小的地方去施展第三组牌的朋友，也许你会在一个更大的地方去施展。那么当你来到一个更大的环境，你就需要去考虑这个大环境里面都还有谁，
都还有谁是其他的人、其他的事在跟你相互的作用。也许有的时候啊，你是来在了一个，比方说你在一个那个池塘里面，那么在这个池塘里面呢，只有跟你差不多的鱼。可是呢，2025年，也许你会来到一个大海，在大海里面有更小的鱼，有更大的鱼，或者是有其他的生灵啊，什么水母啊、螃蟹呀、海龟呀等等，你会发现哦，原来这个世界不仅仅是我之前看到的那个样子，其实这个世界更大更广。在这个大的这个广博的世界里面，也许你会看到很多很奇奇怪怪的，或者是跟你完全不一样的，你之前从来都没有遇见过的生灵。但是呢，在这样子的能量里面，其实更加多的能够去锻炼你的特长，锻炼你的才能，更好的去施展你的光芒。因为光芒这个能量，它也是有相对应的。你可能在某个人的眼中，这个光芒只是很平凡的光，但是呢，你在另外一个人的眼中，也许这个光芒对于他来讲是生命之光，是他梦寐以求的，是他非常非常期待的，是他不断通过自己努力显化出来的一个人。而那个人就是你。所以我觉得很多事情啊，它的这个能量，它的频率也是有针对性的。第3组牌的朋友，2025年请你有大局观。我觉得在你的生命当中，你需要考虑你周边的人了，你不能只去考虑你自己，你也不能只去考虑那个小圈子了。2025年你一定是有机会能够更上一层楼的。那么当你能够在更高的楼里面，或者是来到了那个更深的海里面，你将看到的更多，你也会经历的更多，你有机会去挑战更加复杂的情况，你也有几率去挑战更加难的去谈的合作，或者是更难相处的一些关系。这个难相处啊，不是说不能相处，只是这个相处之道可能更加需要去花费你的精力，到底应该怎么做才行。所以之前我就给大家讲过，也许我们刚才看到的打开你的心去爱是一个办法。那么2025年，当你有了这个大局观以后啊，当你能够更多的去，我觉得是站得高看得远，然后呢去考虑更多人的利益，考虑更多人他们在这个大环境跟你之间的关系的话，那么你就能够去让自己更厉害了。我们今天的关键词讲的是什么呢？退一步，想清楚了感受好了，然后再去行动。有的时候啊，你看我们今天看这个权杖5宝剑3，可能2025年很多朋友你们可能会把自己的一些能量我觉得是有所收敛的去展现也许有的时候我们是非常直接的我会这个我会那个我可以这样我可以那样，我有这个我有那个。但有的时候呢，来到一个不同的能量磁场里面，你们需要有所收敛。也许你们来到了新的平台，你有的东西大家都有，你会的东西大家都会。就像我们说来到那个海里嘛，也许你之前在湖泊里你是最会游泳的，你是游得最快的，来到大海里你会发现原来你的那个速度很多人都可以的，你能下潜的深度很多那个鱼也都可以的。所以呢，当你来到一个更厉害的环境里面，它其实相当于是一个，我觉得是新的挑战吧，或者是你来到了一个更大的世界了，你的眼界打开了，那么你的特长也将在这个更好的环境里，更深的环境里，我觉得是得到再一次的去升级。OK， 我看到了这个能量来，我们看一下塔罗牌。OK， 我看到了第一张牌是命运之轮命运的轮子要转动了。那么第3组牌的朋友2025年你将看到生命为你转动的这个轮子的开启，你将遇到好运，你将遇到改变。这个改变我觉得很多朋友这个是你们想要看到的改变，就好像我刚才讲，从湖泊里来到大海里，从一个平台来到更大的平台，从一个级来到更高的一个级，对吧？你看到新东西了，你遇到新的可能了，那么这个东西是生命转动给你的好运，是生命转动给你的命中注定，你已经机缘巧合都已经攒好了，你要遇到新的人，你要来到新的平台了。这个是命运的轮子这是第一个。好，第二个我们看到是大皇帝的一个逆位。这张牌是什么呢？我觉得是在原有的基础之上要升级如何在2025年去发挥自己的特长和光芒，你们需要去在原有的基础上升级。
比方说这个长颈鹿啊，大家看一下，就是当长颈鹿的脖子就是很高，它可以更近的触及到我们的所谓的宇宙，更近的去连接这个高我，从距离的角度去看，对吧？那么2025年呢，可能你们会发现来到这个新的环境以后，有很多资源，有很多机缘就是离你更近了啊，你会有更好的这种使用权，或者是你会有更好的这种可以去施展的这个空间和平台。那与此同时呢，你也需要去改变什么呢？就是当你之前可能只是在湖泊里面，你只需要这样子去生活就可以，你只需要每天比方说有多少路，然后呢就可以吃到很多好吃的。可是来到大海当中呢，你需要去游更远的路，但是呢你也可以吃到更多的好吃的，就是类似这种感觉。那么 Emperor 的逆位，OK， 大皇帝的逆位，我看到就是说你会在你原有的能力，你会在你原有的那个你很舒服的那个地方去扩宽自己的舒适圈你会发现其实那个湖泊只有那么大，你来到大海以后，你发现其实我可以游得更远之前我可以游1000米，那么我现在可以游2000米，之前只是说没有那么大的湖我游不过去，现在我能游了。所以呢，我觉得 Emperor 它是一个外界和内在整个的一个结合体，通过这个新的环境，通过新的机缘，来让你实现你真正能力的提升的 Emperor。 OK， 最后一个，好，我们来看一下这张牌，讲的是金币五金币五。这张牌呢，我听到是这样2025年你要是发挥自己的特长，实现自己的光芒的话，我觉得很多朋友你们要去我觉得是寻找跟你有机缘的人。这边我听到这个机缘两面。第一面呢是我觉得2025年可能会有人来求你帮忙这个是第三组牌的朋友，可能会有人来求你帮忙，可能会有人来主动的帮你这是两个能量。第一个呢是有人可能会要求你帮忙，那么他们可能需要你的指引，或者是他们需要你通过，因为我这边看到就是你知道你生命的意义嘛，所以你生命的意义有的时候可能也是去帮助某一个族群，帮助他们解决一些问题，帮助他们去实现自我的价值，帮助他们去解决他们生命的难关这个是你很了解的。但同时2025年可能会有人非常我看到的能量是非常主动的，不求回报的来到你的生命里去帮你一把，然后他们可能就会走。所以这些人呢，他们跟你的机缘是很快速的来了以后他们就会走，他们不会在你的生命当中逗留，他们只会在你的那个时机到来，就是来临的时候，我觉得是会给你指点一二，然后呢接下来的路你还是自己走，你还是自己去不断的探寻。所以2025年如果你想发挥自己的特长和光芒的话，我觉得是接受爱。我们这里看到打开心去爱，所以你会有更多的力量，有更多的勇气去帮助一些人。那么在这里呢，不经意当中就像一个惊喜一样，你会接到有些人就是那种不留姓名的一些贵人来帮你，他们来了以后他们会走，他们不会停留。所以呢，当他们想帮你的时候，当他们想给你东西的时候，第三组牌的朋友，你们要用这个心的这个，我觉得是承载去承载他们的好意。所以这个东西呢是需要你去练习的，因为可能有一部分朋友会想说，你来帮我一定是有所求，或者是我需要回报你什么。但是有的时候有些能量就像爱，它是无条件的，只有你能够去理解，你能够去认同它，你才能够真正的去接受它。OK， 所以我觉得2025年有很强的机缘，有很强的能量在第三组牌的朋友这边，你们需要去开始练习，开始去打开自己，开始去突破自己的极限。而在这个过程当中，你们也将，我觉得是让自己的整个眼界，让自己整个对生命的理解都会更深一层次，来更加，我觉得是全面的拥抱属于你的生命的意义。好了，那这里呢就是第三组牌的朋友今天为你们所看，为你们所连结，如何在2025发挥自己的特长和光芒。那么希望这个能量呢能够对大家有所指引。那我今天呢就讲到这边，我们下期再见，拜拜。